嗨，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一集我们继续来聊有关台湾研发自制防御战斗机 IDF 的过程，而且借由这个过程来理解我们现在准备要开始研发下一代的先进防御战斗机 ADF 目前的状况。首先 IDF 研发主要是为了突破817公报的限制，当时限制了台湾整个防卫的力量，也因为有817公报的存在，所以最糟的状况就是我们完全买不到，只有靠自己的研发制造，经常是需要台湾自己先研发出同一个世代的武器之后，美国或者像法国这些先进国家才会出售相关的主战装备。所以 IDF 研发成功之后，法国就出售了幻象2000 5型的战斗机，紧接着美国也出售了 F-16AB 型战斗机，而且 IDF 也成为了中科院研发的这些飞弹的发射载台。也因为 IDF 的研发，所以让台湾的航太业有更进一步的研发跟制造的能力。同样的状况也如同 IDS 自制防御潜舰，它也是突破了台湾没有办法取得国外出售潜舰的困境，而且可以让台湾现有2艘超过80岁的海狮海豹潜舰可以早日除役，也让台湾整个造船业的设计还有造舰的实力又再往前迈进了一大步。所以现在要研发 ADF 先进防御战斗机，最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要突破817公报的限制，让台湾早日拥有第5代的逆中战斗机，来促使美国出售第5代的战斗机，就是 F-35 逆中战斗机，而且可以进一步的提供中科院国造的这些飞弹，它的发射载台，也可以进一步延续台湾的航太产业。同样的状况在日本，他们也是借由 X2 星神验证机，将所有第5代战斗机相关的技术都在星神验证机上面实现，来让美国同意授权日本组装 F-35 逆中战斗机。所以很多国家也都是将国防自主当作国家级的战略来思考。以目前各国的战斗机的机队结构跟规模来看，台湾目前大约在15年之后就会面临 IDF 以及幻象2000即将要除役的问题，总共是190架左右的规模。在这个情况下，假如扣除要采购 F-35 大约60架的规模之外，那国造的 ADF 先进防御战斗机，它的规模也大约是 IDF 当年所建造的130架的规模，而且这还是1:1的替换才有可能实现。让我们回到 IDF 当年研发的故事，在前一集我们有提到，由于当年发动机没有办法取得，所以一开始设定是 GE 的 J79 涡轮喷射发动机。虽然知道发动机很重要，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也询问过美国的普惠还有奇异公司，寻求合作的可能，可是都没有获得回应。最后是跟盖瑞特来询问，而当时盖瑞特公司正与瑞典的 Volvo 富豪公司正在研发 TF-1042 的发动机。可是当台湾加入之后，瑞典的 Volvo 公司在1981年就退出了这项合作，改向美国军售合作生产 GE 的 F-404 的衍生型 RM12。而在1982年，就是民国71年6月21日，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就与美国盖瑞特公司合资成立了国际涡轮引擎公司 ITEC。但是由于研发战斗机所使用的发动机，它的风险非常高，所以在当年1982年，就是民国71年的11月，当时的郝柏村参谋总长在听取了通用动力的简报之后，进行裁示，研发中的鹰扬战斗机以达成自卫拦截任务为主，研发的计划重新分阶段来跟通用动力 GD 进行合作。
而这项合作计划，通用动力也会提报到美国的国务院来进行审查。而且这时候的发动机仍然是使用 GE 的 J79 发动机，而通用动力也是借由 F16、79的名义来继续跟台湾保持接触。在这样子的规划之下，大量的参考了 F16、79的设计，尤其是 F16 的进气道兼具有机身导流及无线振波减速进气道。大家可以看右下角这张照片，它在上缘的部分有进行一个机身导流的作用，而在右上角这张图片里面就可以表达出相关的振波的反应。这样子设计的进气口，它的压力分布最均匀，能量损失最少，所以经过那么多年 F16 整体的设计并没有太大的变动，尤其是在进气道这周围的设计，不由得佩服当年的工程师几乎把这样子的设计发挥到极致。所以当时这个合作案暂定为 XX-101 的设计案。左上角这一张就是当年航发中心他们的预想图，这样就看得出来几乎就是 F16 79的台湾版。到了1982年民国71年的年底，通用动力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需求分析以及未来合作方式，这些方案都获得美国国务院的同意，准许通用动力进行2年初步设计协助工作。所以从1983年民国72年到1984年民国73年这2年间，就由通用动力来协助台湾的航发中心进行战斗机的设计工作。到了1983年民国72年，美国同意出售100具 J79 发动机。在这2年中的时间，通用动力跟航发中心进行了相关的设计比对分析，另外也定义了 XX-102 还有 XX-103 这2个设计方案。虽然都有很多新的点子还有构想，但是在通用动力 GD 他们的比较分析之后，发现这些设计方案仍然比不上原先的 F16、79的设计成熟，所以通用动力就建议航发中心不要再分散资源。左边这2个方案就是当年的102跟103的方案，只有在机翼的部分设计有所不同，在机体的部分基本上跟 F16 是大同小异。所以在1983年民国72年安祥计划成立，成为主要的研发计划，而原先的阴阳计划就成为机体设计的部分，由航发中心来负责。另外在发动机的部分，就由航发中心跟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以及美国的盖瑞特公司共同成立国际涡轮引擎公司 ITEC。 而在1999年，盖瑞特与 Honeywell 和诺威公司合并，在战斗机的空用雷达部分，由中科院的电子所跟美国的西屋电子合作，来研发战斗机的空用雷达。在战斗机携带的空对空飞弹部分，由中科院的飞弹所在美国的关键技术协助下，来发展短程红外线的空对空飞弹，以及中程的雷达主动导引的空对空飞弹。所以整个 IDF 的研发案安祥计划下面就有分为阴阳计划负责机体的设计，云汉计划负责发动机的设计，天雷计划负责战斗机空用雷达的研发，天翔计划后来改名为天剑计划，负责发展空对空飞弹。在这4大计划之下，来展开整个 IDF 完整的研发工作。汉翔公司在研发 AT3 教练机早期是跟美国的诺斯洛普公司合作，包括之前的 F51、F5F 战斗机在台湾的组装，还有相关的零件生产。可是在研发 AT3 高级教练机的时候，由于台美断交，所以美国国务院就没有同意双方继续合作。虽然航发中心之前有研发过 AT3 高级教练机，
但是并没有完整的从无到有来研发一架战斗机，所以在跟包括前面的丹尼尔公司合作期间，还有后来通用动力的合作期间，慢慢的摸索出来飞机设计最重要的2个观念。第一个就是需求定义，对于未来可能的威胁，还有需求的目标、匹配的构型、相关的规格、规范，来定义出飞机的任务剖析图。之后就要进行系统的整合，包括每个子系统、次系统，还有操控的能力、人机的界面。在这中间就发现丹尼尔公司的规模太小，资源非常的少，它的研发能量也有限，所以后来跟通用动力合作的时候，就发现世界级的大厂拥有的研发能量跟知识，就像进入宝山一样，让航发中心在这阶段有非常快速的成长。在1982年，民国71年，美国的诺斯洛普公司的 F-20总工程师访问航发中心，当时分享了一个经验：只要有发动机，想送飞机上天很容易，但要挑战飞机达到顾客需求的目标，却是一项挑战。在要开始研发 IDF 战斗机之前，航发中心就在思考需要什么样的战斗机，而跟空军进行相关的研究访谈。在参谋总长郝柏村上将的指导下，确认自卫拦截任务为主，兼顾空优及对地攻击等多功能任务，再加上引擎上面的限制，所以定义为一款轻型的战斗机。这时候已经开始跟盖瑞特一起合作研发 TF-1042，可是由于 TF-1042 原始设计，它的尺寸及推力2具才抵得上1具 G1 的 F-404 发动机，所以就直接限制了 IDF 它的尺寸跟吨位。而台湾也希望透过 TF-1042 来学会制造发动机。左边这张图就是经过分析近代喷射机时代进行空战的主要区域，横坐标就是战斗机的速度，它的单位是马赫，就是音速的倍数。纵坐标是飞机的高度，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大部分空战的范围是在穿音速的阶段，就是 0.8 马赫到 1.2 马赫之间，而高度大约在4000英尺以下，所以 IDF 相关的设计指标也大概趋向这个区域。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发动机，最右边的普惠 F-100 以及奇异的 F-110这一类的大推力的发动机，像 F-16 这种轻型战斗机配备1具就可以达成它主要的任务需求，而 F-15 这种重型的战斗机就需要搭配2具，而中间从奇异的 F-404 以及奇异的 F-414 到法国的 Snecma M88-2， 还有欧洲的 Eurojet EJ200， 这个等级的发动机被归类为中型的发动机，而一般的中型战斗机它需要配备2具这一个等级的发动机，假如只有配备1具，那就是轻型的战斗机。所以像配备2具就是 F-18、韩国的 KF-21、法国的哈法标风，还有欧洲战机 EF-2000，它们都被归类为中型的战斗机。假如只有配备1具，就会变成是超轻型的战斗机，因为它的尺寸必须略小于 F-16， 也要比 F-16 还要轻。所以像瑞典的 JAS-39 的 ABCD 型，还有韩国的 FA-50 轻型战斗机，在这个情况下，台湾跟盖瑞特合作的 TF-1042 单具的推力是 41.8 千牛顿，所以它必须要有2具才能抵得上前面这些中型的发动机。当然在应用上就比较多高级教练机会采用，不过这个我们会在下一集更详尽的介绍。 TF-1042 还是有它的优点。另外在俄罗斯以及中国的部分，像俄罗斯的克里莫夫 RD-33， 这是属于一款中型的发动机，主要应用在米格29，还有中国跟
巴基斯坦所合作的 JF-17 枭龙战斗机，还有中国最新研发的歼35 FC-31 逆中战斗机上面。另外就是俄罗斯的土星科研的 AL-31 就被归类为重型的发动机，主要被应用在苏凯27一直到苏凯35这个系列的战斗机，当然也包含中国版的歼11型战斗机。假如只配备一句的话，就应用在中国的歼10战斗机。不过中国为了摆脱俄罗斯的限制，所以致力研发了涡扇10、涡扇13跟涡扇15来替换 RD33 以及 AL31这些发动机。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中国的涡扇13它是一款中型的发动机，用来替换 RD33， 而涡扇10以及它衍生出来的涡扇15主要用来替换俄罗斯的 AL31， 来作为中国自己生产的歼10、还有歼11、歼15、歼16、歼20这些战斗机的发动机。而俄罗斯最新的 AL41就是应用在苏凯57逆中战斗机上面，而美国现在所使用的 F-22战斗机采用的是普惠 F-119发动机，另外 F-35逆中战斗机采用的是普惠 F-135的发动机。这两款发动机都是第5代战斗机里面最强悍的存在，提供的推力远超过以前的 F-100以及 F-110这个等级的发动机。我们光从推重比就看得出来，之前的发动机一般的推重比是7到8，而在新一代的发动机，它的推重比都达到9以上，这也是困难度非常高，也只有美国跟英国少数国家达得到。要区别战斗机的吨位，我们一般采用最大起飞重量，就是战斗机自己的空重，再加上它所有的油还有弹，包括飞弹、炮弹、炸弹，最后的总重量可以区分为3个等级。轻型的战斗机就是10到20吨，包含了我们所使用的 F-16、IDF 幻象2000、米格29、瑞典的 JAS39、狮鹫，以及中国的歼10，还有韩国的 FA50， 这些都被归类为轻型战斗机。而在战斗机的吨位属于20吨到30吨之间，就属于中型的战斗机，包含了 F-18、法国的哈法标风、欧洲的欧洲战机 EF-2000， 以及韩国最新研发的 KF-21， 都是属于中型战斗机。右上角这张照片是方便朋友们比较 F-18的 ABCD 型，它是属于半圆形的进气道，而右边的 F-18EF 它是属于几何式的进气道，这是我们在外观上最容易区别的地方。当然还有包括它的翼前缘，就是机翼的前缘这边的设计。 F-18EF 它加大了翼前缘的面积，让它的低速低空的机动能力获得强化，也可以提供垂直尾翼所需要的气流。最后最大起飞重量超过30吨以上的就被归类为重型的战斗机，包括了美国的 F-15 英式战斗机、F-22、F-35， 还有已经除役的 F-14 熊猫战斗机，俄罗斯制造的苏凯27、苏凯35，还有中国的山寨版歼11、歼15、歼16，以及俄罗斯的苏凯57逆中战斗机，还有中国的歼20逆中战斗机，都是属于这个等级的战斗机。所以 IDF 研发之初就受限于引擎的推力限制，而被归类为轻型的战斗机。而空军需要优先执行空中拦截的任务，所以提出了希望有4枚中程空对空飞弹，而短程红外线空对空飞弹希望越多越好。所以航发中心一度曾经希望可以在翼间的站位上面采用上下挂载的方式，
来增加飞弹的数量，但是这样子的设计受限于引擎的推力，还有整个翼尖它的重量导致的力矩过大，后来这个设计就放弃。在近代，所有的战斗机都会优先配挂中程的空对空飞弹。在中程空对空飞弹的配挂方式，一开始就设定最好是采用半隐藏式的方式来降低阻力，可是这样子又会影响到起落架的设计，所以本身的配挂方式就有它的限制。到了1983年，民国72年3月28日，经过长官的裁示，决定放弃 J79 涡轮喷射发动机，因为 J79 它是1950年代的产品，工作效率低，而且可以预见的未来它的维修补给也会有问题，所以华习军将军就有写到，采用双发动机的设计也是没有办法的方式，因为只有一具发动机是没有办法达成我们所需要的目标。左边这张照片是由 Flake 他找到盖瑞特跟 Volvo 在1979年的时候的广告，当时 TF1042 还只是一个纸上的计划，同时这时候就是1983年初，民国72年到1984年底，通用动力跟航发中心的人员，他们每3个月就会进行互访，了解双方工作的状况，还有进行设计概念的沟通。既然台湾在1983年3月28日决定放弃 J79 发动机，所以通用动力的先进设计部门就马上开始进行双引擎发动机构型的相关设计，直接向国际涡轮发动机公司 ITEC 拿到 TF1042 发动机的打样图。就这样，台湾以及美国两地的工程师就开始进行概念设计的构想工作，一路从空军的需求导向，还有战斗机的作战模式、作战任务的确认、相关武器以及战斗机性能的适配，还有航电能力以及武器的外挂能力，这些来进行系统分析。所以紧接着1983年民国72年3月29日，航发中心的工程师就分为3组，各自提出了一种构型。左上角的 A 构型就是以 F51 为发展基础，几乎就是台湾版的 F20。左下角的 B 构型是以瑞典的 JAS39 来作为设计概念，右下角的 C 构型是参考美国的 F15。在这 A、B、C 3种构型里面， C 构型的风险最高，挑战也最高。当时讨论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选择 A-B 构型以降低风险，但是最后航发中心的长官才是以 C 构型来继续发展。而 C 构型就是1960年代当时研发 F15 进气道计划里面，计划主持人泰勒梅特，他是当代的飞机构型跟进气道的天才。而这个最佳进气道设计采用翼身融合的设计，而且还需要有电脑的控制才有办法做到，所以这样子的设计在 F15 初期也没有办法实现。而这些设计在后来都有融入了 IDF 后续的设计。现在我们也看得出来，前苏联就是俄罗斯，他们的米格29以及苏27也大量参考了这一个计划。不过 C 构型后来没有继续再研发下去，我的推测是因为引擎推力的限制，还有美国它的研发限制。为什么 C 构型没有办法继续研发？主要是因为双垂直尾翼以及分离的2个机身，它增加的重量并不是 TF1042 它可以弥补的。而且就像红色框框的部分，它的飞控系统的难度就会增加，因为在单发动机失效的时候，2个分离的引擎舱会造成力矩的增加，所以更加的不易控制。另外还有其他的技术上的困难，导致它的风险增加。此外，由于当初 IDF 研发案在美国审查的时候，
就有被要求不可以超越 F-16 的性能，所以 C 构型很明显是走向重型战斗机的设计，它的战斗能力跟它的性能，假如在发动机允许的状况下，相信它的技术指标的表现应该会优于 F-16。其他的这些部分都是它的优势，包括它的机动能力、高攻角的能力、拦截的性能，还有高展旋比的机翼，以及具有比较佳的超音速巡航效应。进气道的锥形设计可以让它在减少冲击波的部分有非常好的表现，但是这些优点都没有办法弥补它增加的重量，所以我们对应来看，现在先进防御战斗机 ADF 这个计划，目前机体的部分，之前大鹏部长有说过，有进行初步的风洞试吹的外形，基本上应该会朝向第5代战斗机的方向来研发。而在发动机的部分，织女星计划突破了12项的热锻技术，但是没有突破的部分，这是我们心中另外一个问号。初期的目标是要对应 F404 发动机，假如要对应 F414 这个等级的发动机，那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经费，而且突破的12项热锻技术并没有办法让织女星计划做出成功的产品。空用雷达的部分，前几年中科院有展出 AESA 空用雷达，但是后来都没有消息。或许有朋友会说，那用 F-16V 的 AN/APG-83 AESA 雷达，可是美国成套的装备出售跟单独出售空用装备，这是两码子事情，这还需要美国的协助。最后有关空对空飞弹的部分，第5代战斗机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弹仓会设计在机腹以及进气道的两侧。进气道两侧一般是挂载红外线导引的空对空飞弹，它就需要先发射之后才会进行锁定的这项能力。另外，机腹的弹仓这边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要做出像美国的 AIM-120这种缩小体积还有弹翼的飞弹，这也都是目前中科院天剑系列还要再努力的。所以 ADF 这个计划，当然有很多的媒体跟频道一直说它已经到成功的阶段，不过我还是比较保守。像日本，他们之前也是透过 X2 星神验证机来进行很多技术的整合验证，像这中间他们采用的 XF5-1 涡轮扇发动机，就是由他们 TRDI 以及 IHI 共同研发的发动机，性能指标大致跟 F404 是同一级的。在过去，像法国的哈法标风战斗机，在研发的过程里面，法国自己研发的 M88-2 进度落后，也遭遇了很多的困难，所以它也是先引进美国的 F404 发动机。可见发动机的研发是近代先进战斗机研发里面最困难的一环，要先解决发动机，才有办法来谈先进战斗机的研发。发动机有足够的推力，它也可以产生足够的电力，在这个情况下，空用雷达还有电站系统也才有办法充分的运作。所以这个也是一环扣一环，有充足推力的发动机，这样机体就可以设计的比较大，装载的飞弹就可以比较多，燃料就可以装的比较多，航程就可以比较远，滞空时间也可以比较长，所以这也是一环扣一环。好了，我们这一集先聊到这边，我们下一集将从 IDF 的发动机 TF-1042 它的研发故事来介绍给大家。它是在当时台湾艰困的环境下的最佳选择，也由于它的妥善率非常的好，还有它在中低空的表现，它的燃油效率非常的高，也使得 IDF 成功的扮演了它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好了，我们这一集先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